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北京中关村第二小学的天文教师诸葛雅，非常高兴与大家一起分享在我的小学天文课程里开展的10个有趣而又有效的活动策略。活动策略1：精心布置天文教室，为孩子们打造一个梦幻的、快乐的宇宙空间站。那么教室里呢，不但氛围非常吸引孩子们，而且呢，让他们感受到与平时的教室与众不同。比如说，可以坐在地毯上上课，还可以躺着、趴着，让他感受到天文课程很轻松、很自由。第二呢，天文教室里呢，布置了很多互动的天文仪器和互动的展区。比如说这个是望远镜区域，还有的这是我们开发的陨石和原石互动展区，这是中国古代仪器展区，还有我们月面月相互动区，这是星座，这是银河系展区把每一个教室的每一个角落都调成孩子们喜欢的模式，这样呢，让孩子们感受到每一个星期都特别的期盼，想到教室里来上课。活动策略2：为每一个孩子送上天文名。天文名呢，它是以一颗恒星来命名的。例如，有的同学的名字叫做轩辕14，还有的叫做天津4天大将军、大角星等等等等。这些恒星名比较难记，也有的呢又比较拗口。那么有了天文名之后，孩子们就能够快速的把它记下来。特别是当他第一堂课拿到这个天文名卡片的时候，非常的高兴和兴奋。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与爸爸妈妈分享，我的天文名叫做大角星，我的天文名叫做轩辕14。第二呢，就是老师在讲到这颗恒星的时候呢，他呢也觉得很亲切，不会再陌生了，感觉在讲自己的故事一样。活动策略3：就是在课堂中开发了银河系。银河系的图案呢，是有的是星云、星系，还有的是星团。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网上找到一些图片打印出来，慢慢的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学生自己拍摄的作品，以及我们远程台拍摄的作品，这样呢，做出来的银河系也是非常有亲切感的。银河系的面值有1元、2元、3元、4元，最高的达到了100元。孩子们积累银河币，可以在课堂上兑换一些天文小奖品，还可以享受一次玩一次天文游戏，比如说天体大冲撞的游戏，还可以兑换天文软件，看一场天文电影等等等等。但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最希望的、最期盼的就是积累200元银河币，争取加入到学校的天文社团星云社。还有的毕业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特别想积累一套的银河币，给它收藏起来。活动策略4：就是在课堂中开展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天文游戏，例如天体大冲撞的游戏，我们模拟成天上掉下来的陨石，一个巨大的健身球，然后抛来抛去，有爆炸球、幸运球，其实就是来巩固天文知识。还开展了小天王争霸赛，利用这种抢答器以团队的形式进行知识竞赛，激发孩子们的天文学习，还能锻炼他们的团体的合作能力以及反应动手的能力。然后我们在课上还开展了5分钟的高光时刻，让孩子们可以享受自由的选择5个区域。比如说这个同学们就在享受星座徽章区，这是来到了银河系展示区，还有的同学选择了在陨石岩石互动区这些区域呢都丰富了课堂教学。活动策略5：课堂上设计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动手实践活动。例如说，我们学完一颗大行星，我们就根据行星的特点
设计了一些动手实践活动。这是金星，它的毒气比较多，我们就设计了防毒面具。水星最难探测，我们就设计了制作水星探测器。还制作了火星特别神秘，那我们就做一颗火星机密档案。还可以利用橡皮泥制作地球的结构利用卡纸制作太阳的结构模型，还制作了天文扑克牌。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星座连连看扑克牌，迷你型的。然后学习太阳的光谱，我们就利用水槽和镜子然后把光谱打在墙壁上，打在衣服上，还有打在孩子们的脸上、手心上。我们还引进了一些 VR 和 AR 的这些高科技的手段，来丰富我的课堂教学。活动策略6，就是在学习四季星空的过程中，我们引进了希腊神话故事以及天文软件，还有就是开发了星座印章。比如说在这个秋季星空里，我们讲了著名的这个神话故事，大英雄打败了美杜莎，然后骑着飞马救下了美丽的公主。通过一个希腊神话故事，把整个秋季星空的星座都记录下来。然后我们还让孩子们走进计算机房，学习虚拟天文馆这个软件让他学习如何开产装，如何使用，如何实时的显示重大的天象。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个软件。然后学在课堂中，孩子们的笔记记录的特别好，我们就根据不同的季节改不同的星座印章，激发孩子们记录更好的天文笔记。活动策略7，在课堂上开展了星空舞台表演剧。低年级的孩子都特别喜欢表演，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同学们进行表演。那我们学完了各大行星之后，我们就编排了一句星际守卫者的舞台剧。这位同学表演的是海王星，美杜莎，这是表演的土星，这是同学表演的金星。学完了星座的知识，我们就编剧了一个星座传奇舞台剧。有的同学表演巨蟹座、天琴座、英仙座等等等等。在学习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时候，比较难，也很难记忆，很枯燥。那我们就利用了这种古代穿越古剧来激发孩子们的学习知识的能力。活动策略8，就是邀请了我的社团的优秀的天文小讲师走进了我的课堂，与低年级的小同学们进行互动。那么呢，他们课程背的也非常丰富，比如说这个队员在讲解北斗卫星，还有的队员讲解古代天文仪器，有的同学讲解日食、月食、天外来客、陨石、流星等等等等，还有的同学讲解望远镜，教小队员如何组装望远镜。一堂课下来，低年级小同学非常崇拜他们，找他们拍照，找他们签名。我们的小讲师们也更加有自信心了，特别以后想努力的备好课，让更多的小同学喜欢他们的天文课。小同学们也有了崇拜的偶像，也希望以后能够加入社团，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讲师。活动策略9，就是在我的课堂中引进了远程天文台的教育。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远程天文台实时的打开，天气好的时候就立刻观测太阳，然后我们传输到我们的天文教室的电脑上，孩子们就可以快速的在当天在教室里就能够找到太阳黑子，幸运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小日珥，还可以在色球层上找到耀斑，找到这个暗条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远程看一看我们的天文仪器，如何看到这个是认识日珥镜赤道仪等等等等，丰富天文课程。活动策略10，就是把我的天文课堂扩展到了户外，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来到更广阔的空间去上课。比如说来到操场上，来一场真实的观测太阳、记录太阳黑子的活动。
然后利用这种小孔成像的自制小仪器，测一测日地距离，测一测太阳的直径。还有的时候，我们走到了户外，上一场户外直播课、星空直播课，来到小区拍一拍国际空间站、中国空间站，来到高高的山顶上，我们观测一场流星雨。这是冬季的12月份的双子座流星雨。然后夏季的银河非常的壮美，我们来到遥远的内蒙古，一起去拍银河。冬季的星空非常的灿烂，我们来到高高的坝上，一起拍摄冬季的星空。让天文课堂无限的延伸，让孩子们享受天文的魅力。好了，以上就是我的10个有趣而又有效的活动策略，感谢您的倾听。再见。